近来，美国也在加大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据报道，拜登政府提议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领域向印度提供更多援助。美国是否想通过诱之以利的方式来影响印度呢？黄先生，首先，对于印度这样的大国来说，经济元素要成系统的。比如说，你帮印度建立一个成系统的工业体系，或者在整个这个，比如说或者绿色经济啊，或者是数据经济啊这方面，数据产业方面，你帮印度有一个成规划的做，成规模的做，小打小闹，今天给一块糖，明天给一个巧克力，这种事情是打动不了印度的，因为印度不是个小国家，而我认为美国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对印度提供这样的帮助。印度是美国的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今年2月，拜登政府颁布的首份印太战略，就非常罕见地将支持印度持续崛起和地区领导角色作为落实印太战略的10项行动计划之一。那么现在印度不听话、不牢靠，美国会怎么办？黄先生，我觉得首先印度没有不听美国的话，印度只是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外交，按照自己国家的最佳利益来做自己的事情。只不过因为他不听美国话，可能是因为这次印度的立场和他的国家利益跟美国不太一致，他当然就不愿意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印度不会跟美国合作。那么现在美国说他要持续的支持印度的崛起，我们知道美国这样说，但是大家都明白，美国支持印度的崛起有先决条件的。这个先决条件，第一，印度崛起的印度不要与美国为敌，要不然给自己塑造另外一个对手，美国也没吃撑了，对不对？第二，印度不要与美国认为是敌人的人搞成一个好的关系。比如印度，你持续的支持你崛起，你跟中国好了，跟俄罗斯好了，那美国也不会做的。第三一点呢，一个崛起持续的坚持的印度呢，要始终对美国进行帮助，要符合美国的利益。那么从这些先决条件的分析来看呢，美国说我们支持印度的持续崛起等等，实际上是一个承诺或者是空炮，这个承诺是要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美国是不会做的。那当然，印度也看到这一点。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印度并没有跟随美国、听从美国，甚至呢还和美国在唱对台戏，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印度对前来新德里的美西方的高官呢也都挺热情。印度是否觉得他们可以利用目前这样的一种情况，两边得利呢？林先生，对于印度来说，现在确实是一方面是它存在一个比较尴尬的这个场面啊，就所有人都在拉它啊，所以他就弄得这个有点左右为难。但另一方面呢，所有人都在求他。其实，在印度的思维里头，什么就是我要想办法把你们当着棋子啊，也就是说，印度自己是在掌控一个大的这个棋局的，反倒是美国或者说这个西方俄罗斯可能成为印度的棋子。你比如说，他跟这个俄罗斯把这个卢比和这个卢布的支付体系重新启用，开始用了开始买石油了。他也告诉大家什么？这个我买这个石油但是呢，我会买的这个量我会控制住的。然后呢，他包括这个启动这个支付体系他也告诉大家说，俄罗斯跟印度早就有了，他们从这个20世纪50年代开始军售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了。这个后果是什么？他不讲。那么，但是压力是很清晰的。这个不讲不是说没有讲，而是讲他不愿意公开讲。所以第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压力不小。但具体是什么压力，我们现在只能去推测。第二个呢，他还要给印度这个留面子，因为印度是个大国。像美国白宫的这个发言人就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关系，就印俄关系有历史、有地理等各方面的因素，美国是了解的。第三个，他也要给自己留余地。如果他公开把一些所谓的后果都明示的话呢，其实一旦某些事情发生，他也失去了一些战略的主动性。所以从这3点来看，美方看起来既强硬又模糊，但是压印度和拉印度的力度仍然是非常大的。不光话里有话，辛格还试图借中俄关系挑拨离间。当被记者问及美总统拜登点名指责印度立场不牢靠时，辛格把话题扯到了中国身上，声称所谓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对印度非常不利。如果中印在边境发生冲突，俄罗斯不会帮助印度。张家栋指出，美国不会试图完全改变印度的外交政策，但是美国一定是试图把印度尽可能的与俄罗斯的距离给它拉得大一点。他希望就是在西方制裁俄罗斯的时候，印度最好能够相应的减少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联系。那么如果不能减少的话，印度也不要增加。
因为当前的印俄的贸易量是非常小的，它解决不了俄罗斯的问题。另外呢，这个美国还担心，如果印度跟俄罗斯增加了贸易量，或者是增加了各种金融的安排，那么这样子会导致其他国家会效仿印度，让美国很难向其他国家施加类似的压力，这可能是美国更担忧的。作为对美国针对俄高层实施制裁的回应，3月15号，俄罗斯开列了一份禁止入境名单，上面共有13名美国政府机构负责人和知名人士，除美总统拜登、美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外，辛格也被列入其中。那么善打经济战的辛格，此轮访印说客之旅成效如何？张家栋向深圳卫视表示，目前尚难判断，因为当前有不少国家都在拉拢印度，印度处在一个较好的外交位置上，他还在观望各方的出价。从会谈后的表态来看呢，那个可能还是有成果的，因为双方都讲这个会谈是，这个有成果的，是积极的。但是具体的成果我们一般看不出来，这要看会谈以后一段时间，这个美英俄都在拉拢印度，印度它现在还处在一个居间。这个权衡，这个各方要价的一个阶段。